各位球友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聊一聊底板当中的3+2结构还有5+2结构到底有什么区别。首先呢，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现在主流的底板一般都采用5+2这样一个结构。5+2和3+2相比啊，这个5和3到底指的什么呢？那么底板呢，最外面两层呢叫做面材，最里边的那层呢叫做大芯儿，在大芯儿和面材之间夹着呢叫做立材。那么5木可以说是一个基础的结构，那么这种基础的结构啊，现在加上纤维一般可以加在面材和立材之间啊，这种呢我们叫做外置5+2。如果这个纤维介于立材和大芯之间，我们称之为内置的5+2。内置和外置啊，在之前的视频我已经讲过了，大家不懂的可以翻一翻我以前的视频。那么3+2是把立材去掉啊，就是说只有面材和大芯儿中间夹着纤维，这么一种比较特殊的结构。在正常的底板分布当中，面材的纹路一般是竖着的纹啊，大芯儿呢也是竖纹，立材是一个横纹。这个横纹主要起到的作用呢，它是增加球拍的底劲儿。一般来说啊，你如果把立材这个横纹去掉，会一定程度的影响整个球拍的刚性，或者说是影响球拍的底劲儿。所以啊，3+2的底板相比于5+2啊，如果是同档次的条件下，同厚度，很多时候是3+2的底板比较通透，但是底劲儿要远低于5+2。所以主流的一些3+2底板啊，比较愿意做3+2底板的厂商是蝴蝶啊。我举个比较常见的几个例子吧，一个是库帕尔、勇气、10周年、普碳，包括阿姆塔特啊，这几款是蝴蝶比较常见的几款3+2底板。3+2底板因为它底劲不足，所以一般来说制作的时候都把这个大芯做厚以增加或者说一定程度的增加底板的刚性和底劲儿。所以刚才我举的那些蝴蝶的这些主流的3+2结构啊，都是速度可以，手感比较通透，很清晰，发力门槛不高。但是退台以后啊，你不要认为它大芯很厚啊，它底劲很澎湃，其实并不是这样啊。主要原因还是刚才说的立材的缺失。那么蝴蝶的3+2相比于5+2来说，一般造价比较便宜比较特殊的就是月光女神。这个月光女神比较特殊在哪儿呢？它的价格和蝴蝶的外置、内置 ZLC 的定价都是一样的啊，就是建议零售价都是1980，一点没有看出来3+2的这个价格优势。这个月光女神呢是桂木面材 ZLC 的纤维加上红木大芯啊，它做的厚度可能是7点几啊，速度还是很好的，通透度也不错，适合在中近台你说拉打都比较不错啊，就是拉打皆宜。但是它的底劲呢是一般般的。那么包括普碳啊，原来在小球时代一直称之为是暴力底板啊，现在也依然很暴力。这个暴力呢，通常指的是它的速度啊。知道这些，我们再选择，尤其是蝴蝶底板啊，一般它低端的这种有纤维的起步都是3+2结构。那么蝴蝶最便宜的5+2应该是哪一款呢？应该是波尔精神啊，建议零售价是1222啊。其实蝴蝶最主要的或者它的核心技术都在哪里边呢？应该是在它外置的 ALC 里边。所以说这个蝴蝶的底板纯木做的也很一般。我建议选择的时候，你就是预算最低，我建议是从波尔精神开始烧起或者说打起。再便宜的呢，其实性能在同价位当中没有任何优势尽管蝴蝶的性价比不高你说这个波尔 ALC 包括维斯障 A， 可能它的性价比也不高，但是呢，它确实在外置 ALC 这个结构当中有一定它的优势。好，这就是本期的视频，感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